说到麝，大家都知道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仍然有不怕死的人成天盯着它们。今年1月份，四川破获了几起非法狩猎案，收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尸体数十具，麝香数枚。麝身上有什么魔力，让这么多人愿意以身试法，不断在违法的边缘试探呢？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麝又分为多个种类，像我们所熟悉的有林麝、马麝和原麝，虽然名字不同，但它们都携带着人类渴望的麝香。而最近的麝被人类逼到什么地步了？据说当雄麝遇到危险了，知道这些人类是冲着自己的香而来的，就宁愿咬破自己的香囊来自杀，也不愿意被人类抓到活取。于是便有了士其何及这个成语。关于他们是不是见到人类就会咬掉自己的香囊来自杀还不能确定，但是这与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中国麝类主要有原麝、林麝、马麝、黑麝和喜马拉雅麝等5种。它们的性格比较胆怯且敏感，总是远离人类，躲避在灌丛隐蔽处独自生活。为了能够躲避人类和自己的天敌，它们练就了很多本领，比如超过2米高的树枝，成年的林麝不用助跑就能一跃而上。等爬到树上后，林麝的奇特爪子就派上用场了。它们的主蹄和侧蹄可以嵌着细树枝，这让它们能够在3、4层楼高的树上随意攀爬，享用树上的食物。因此，上树能力是它们特有的本事，也是陆科动物中唯一有上树能力的种类。另外，幼年期的麝也是很容易被那些天敌盯上，因此它们一生出来就会有很好的天然保护色。这些小林麝身上散布着花斑，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个时候，无论捕食者如何靠近，哪怕就站在幼崽面前，甚至触碰它的耳朵，小林麝都会以不变应万变，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或许对他们来说，逃跑往往无济于事，还不如假装石头来蒙混过关。传说如果雄麝被捕后会咬破香囊，其实是为了活命。我国有好几种不同的麝，虽然这些麝看起来非常相像，但它们分布的地方也不一样。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麝就是马麝，马麝则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的高海拔地区，包括青海、甘肃、四川及西藏东南部等省份，生活在高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要比林麝所住的地方高。正如它的名字中的一个马字，这种麝长得比较人高马大，再加上它的头骨相对细长，就更像马了。不过要区分麝和其他陆科动物还是很好分辨的，它们没有角，反而长了如同吸血鬼一般的獠牙，而这看起来凶猛无比的獠牙却是用来吸引异性的。在繁衍季节，雄性麝会利用自己的尖牙吸引异性，并使用尖牙击退其他的竞争者，以确保配偶不被抢走。据说麝獠牙很长，有些大的9到10厘米，在长度上跟狮虎相当了，但却无法用来保护自己，也是很可惜了。除了獠牙以外，它们都带着自己的宝物香囊。香囊是雄性麝的重要显性特征之一，为椭圆形的带状物，位于肚脐和生殖器之间。这个香囊袋会分泌出麝香，是一种无比珍贵的天然动物香料。据说雄麝在繁殖期体内的雄性激素会刺激麝香囊不断分泌和囤积麝香，这些麝香包含着大量信息素，它会大量分泌麝香来吸引异性。等繁殖期过去，香囊被分泌物填满，让雄麝感到肚脐疼痛，就用后蹄把香剔出来，这就是取香囊的最佳方式。除了求偶以外，这种香还是用来标记自己的领地和身份的一种方式。同时，当面临天敌追捕时，雄麝会咬破香囊，将麝香洒向四周，刺鼻的气味会让天敌或猎人暂时失去攻击能力，从而为雄麝逃命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传说的雄麝咬破香囊自杀，其实是为了喷射刺激物来对抗敌人。雄麝的香囊其实会自然脱落，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香囊什么时候脱落，会落在哪里。为了获取完整的麝香囊，猎人通常会设置陷阱，捕获活体雄麝，随后他们会活生生地剥开麝香囊，取出麝香后任其自生自灭。因为雄麝的香囊部位非常坚固，不容易割下，而那些人用专门的工具将其取出，这样就会让雄麝出现大出血和感染，绝望的等死。这些人之所以不择手段的取麝香，无非就是为了麝香极高的经济价值。
它不仅能作为香料来提神，它也是一种极好的药材。正是因为麝香是一种稀缺的商品，所以它在市场上是一种抢手货。据悉，目前市场上的麝香价格高达800元每克，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1000元每克，比黄金还贵。这也是因为麝如今的数量非常稀少，而且只有雄麝才有。每只雄麝的香囊只能产出3到5克的麝香，一生只能产出1次。不过也有人问，既然取野生的麝香是违法的，那自己家养不行吗？其实家养麝也没那么容易，麝饲养需要专业的驯养许可证和资格审批，而且要买到麝的幼崽也是一笔昂贵的费用。麝还特别容易受伤，甚至过度应激死亡，而且临麝的妊娠期约半年，每胎约2个，但要抚养至成年却相当困难，而且生出来的崽儿也不一定是雄性临麝，那就拿不到香囊了，也是白搭。所以目前市场上的麝香大多数都是人工合成的。早在1975年，国家多部门就展开了系统的人工麝香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合成麝香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不管是野生麝还是其他的动物也好，希望这些动物永远不要碰上人类为它们布下的陷阱，能够自由自在的在自然天地中奔跑撒欢。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